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。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7阶，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8阶的恐怖地步。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在斗鸡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。天妖皇族的人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等待死亡，因此其身上的一切东西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。即便得到了，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，那下场……看来当初的那具神秘干尸，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。紫妍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，其本体必然不简单。这魔兽界中，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？据我所知，有2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可以抗衡他们，一个是九幽地冥蟒，另一个是太虚古龙。这2个种族也极其恐怖，特别是太虚古龙，十分神秘。据说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，是最完美的旅行坐骑。最为可怕的是，听说这太虚古龙是以天妖皇为食，在虚空中穿梭。难道紫妍她属于这支族群？毕竟她的一些能力就与空间有些关系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个就还给你了。另外，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，否则……您放心，我苍狼王的嘴可是最严的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意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。看来这古意不能轻易在人前显露了。这分身的实力应该还只是斗灵级别，下一步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，并加以锻炼。当年修炼3000雷动，虽然从雷云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，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。笨蛋，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了？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，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。比如你体内的异火，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。尤其是那陨落心炎，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，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，也丝毫不惧。如此一来，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也弥补了。可这陨落心炎本就是灵魂克星，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，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？年轻人，世间之事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，不拼一把又怎么会有收获呢？再说了，陨落心炎已经被你彻底炼化，你什么时候见到它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？我认为可以试试。好，那就试试。心来压低心炎的温度，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。
渐提升温度，达到锤炼效果。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，想要大成，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。你小子知足吧！以我对费天那分身的观察，想必他至少锤炼了5年以上。你短短2月就能与之相等，还不满足？算算时间，那天目山脉快开启了吧？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。若是再不动身，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。天目山脉当真名不虚传。果然是来了不少人，恐怕后方的森林中未现身的人更多。又来一个，哎，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，一个个闻到点甜头就冲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。哎，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了人，咱这还算宽敞的。这天山血潭3年才开启一次，谁不想进去泡泡啊？说的也是，想必那些大势力。上面还有人。以心御形，魂流于影，看来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刹，将一丝灵魂留于其中。只是那时速度迅猛，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？1次不行就100次，100次不行就1000次，定要将之修炼成功。这3000雷动倒是越来越熟练，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。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。天目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，我得早日动身才行。这次来的倒是挺快。小子，伤我子民，夺我灵果，简直罪无可恕！今日你休想活着走出这片森林！你说你一个占山为王的统领，何必为了一枚无浆果，苦苦追杀一方？
这样做岂不是掉了自己的身份？小子，你只会躲吗？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偷袭老子？成功了！多谢了，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，便让你继续安稳地做你的山大王。你小子别走！天皇妖翅，天皇妖翅，你认识他？这分身的实力，应该还只是斗灵级别。下一步，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，并加以锻炼。当年修炼3000雷动，虽然从雷陨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，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。笨蛋，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了？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，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。比如你体内的异火，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。尤其是那陨落心炎，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，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，也丝毫不惧。如此一来，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也弥补了。可这陨落心炎本就是灵魂克星，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，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？年轻人，世间之事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，不拼一把又怎么会有收获呢？再说了，陨落心炎已经被你彻底炼化，你什么时候见到它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？我认为可以试试。好，那就试试。心来压低心炎的温度，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。再逐渐提升温度，达到锤炼效果。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，想要大成，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。你小子知足吧！以我对费天那分身的观察，想必他至少锤炼了5年以上。你短短2月就能与之相等，还不满足？算算时间，那天幕山脉快开启了吧？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。若是再不动身，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。天幕山脉当真名不虚传。果然是来了不少人，恐怕后方的森林中未现身的人更多。
又来一个，哎，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，一个个闻到点甜头就冲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。哎，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了人，咱这还算宽敞的。这天山血潭3年才开启一次，谁不想进去泡泡啊？说的也是，想必那些大势力。上面还有人！雷长老，必须打断他们合击之势。这个还能救吗？王盾！快来助我！引分，是浪拳。速战速决！小子，结束了！雷日！大阵加持，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。任何阵法都有其弱点，但这弱点不一定是助阵之人。我的离火法。3种异火，怎么可能？快阻止他！去吧，红火莲！加强防御。想攻击我们阵野，没那么容易。雷神之怒！
既然逼我与你们大战了一场，自然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吧？你欺人太甚！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先走。3000雷幻身剩下的卷轴，果然在这3个老家伙身上。那3个老家伙竟然败了，罢了，还是先走为妙。萧炎兄弟，此事是我洪家部队在先，只要你开口，老夫愿意赔偿你的一切损失。哦，赔偿？这小子心狠手辣，我洪家要想与他和解，定然极难，所以这小子必须死。萧炎，再给老夫一次机会吧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今日那3人跑了也就跑了，但你就留下吧。萧炎小友，多谢今日搭救韩家于水火，这份恩情我韩家记下了。日后想必那风雷北阁不会再拿韩家要挟了。唉，若是老祖在，小友今日也不至于以寡敌众。你没受伤吧？没事。既然此事已了，在下不便久留。各位，多保重。你要走了，那你还回来吗？等日后我实力精进，不惧风雷北阁时，再来一叙。后会有期了。看来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伤势嘛，确实差不多了。不过，我发现你每次借用我的灵魂力量之后，体内便会留下灵魂残印，这东西累积多了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使用外来力量确实后遗症不小，以后还是得谨慎些。这东西有点棘手。若是老夫处于全盛时期，处理这些小麻烦根本不在话下。现在嘛，就难喽。我记得老师留下的丹方咒，似乎有能够清除灵魂印记的。找到了！哦，没想到连这等丹方都有收藏。哎呀！我对你老师可是越来越感兴趣了，日后若有机会，定带老夫去见见他。清魂丹，6品丹药，有温养灵魂之效，亦可清洗体内不属于自身的灵魂之力。等级倒是不低，不过应该能炼制出来。材料以后也得多多留意才是。3000雷幻身。人老了就是容易犯困，年轻人自己研究吧，老夫可得去补个觉了。
虽然完整的功法凑齐了，但文字无序，晦涩难懂，难以参透这修炼之法。暂且就先记下吧。如今得罪了风雷阁，还是先避开风雷阁势力范围，再尽快去和小医仙他们会合。看一看，这个刚出炉的，您看看。这多少钱？好，谢谢。此地距离天北城颇远，应该还算安全。眼下需要先寻找到有空间虫洞的城市。这位兄台，这附近可有卖地图的商铺？喏，就在那儿。啊，多谢了。啊。哎，大人，您要买地图是吗？哎，恰好我这儿也有啊，而且制作精良，您不妨看看。大人，您别看咱这是小本经营，但东西的质量绝对包您满意。那，给我来一份完整的北域地图。哎，得嘞。您过目。看着还不错，怎么卖？只要3万金币。3万金币。大人，我看您面生得很，应该不是这化古城的人吧？难道也是为天目山脉的天山血潭而来？天山血潭？您不知道？哎呦，那是小的多想了。毕竟每隔3年会有诸多年轻强者为了天山血潭那份机缘而来。好，小兄弟，能否详细说说？哎呀，这天山血潭呐，据说能够洗髓伐骨，助人突破瓶颈，甚至能帮助斗皇巅峰晋级至斗宗呢，那是极为神奇。若所说属实，那天山血潭倒还真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。正好这天山血潭将在不久后开启，最近买天目山脉地图的人也特别多。若是您也感兴趣的话，我呀，这里正好有化古城内最后一份天目山脉地图了，我就便宜点让给您，加上之前的北域地图啊，您就给我这个数就行。也罢，若你这消息是真的，倒也是值这个价。谢谢大人，大人慢走啊！发财了，我发财了！这位大人，去天目山脉吗？您看看这个，这可是化古城内最后一份天目山脉地图啦！你们知道吗？据说这次风雷阁、万剑阁以及其他一些势力都派了核心精锐前往天目山脉，看这模样，明显是冲着天山血潭而去的。啊！有了这些大势力掺和进来，血潭的10个名额只怕是没散人什么事儿了。这天山血潭居然对风雷阁这种势力都具备着吸引力，有些麻烦了。我还听说，风雷阁的那位凤小姐已经被内定为风雷东阁的下一任阁主，而且她此次也会来参加血潭之争。哎，还有那个万剑阁的唐英啊，一身剑法通玄，实力很是不弱。若是他们2人相遇，不知谁胜谁负啊！哎，这2人虽强，但与近日那名叫萧炎的人相比，似乎也略有不及吧？萧炎，那小子一人抗衡风雷北阁3大斗宗，还击杀洪家老祖，实力确实恐怖。不知能否一做？萧炎，小心些，此人实力极为恐怖。阁下想做就做，在下正好要走了。你连风雷北阁3位长老布下的9天雷狱阵都不怕，难道还惧怕老夫不成？是吧，萧炎？是谁啊？听到了吗？这就是萧炎啊！这是萧炎，他说萧炎是谁？是这样。
他就是萧炎。那另一个是谁？不知道啊，看着情况。阁下究竟是谁？老夫费天。费天，风雷北阁阁主。果然是异火，不过以老夫的眼力，竟无法看出究竟是异火榜上的哪一种。哼，小家伙，你逃不掉的。